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啊！今天我们来做一期关于泰国旅游的一个专栏。泰国的旅游，2025年今年会歇菜吗？因为最近一周内啊，泰国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与柬埔寨爆发了边境的冲突，打了整整的5天；另外一个就是首都曼谷市场的枪击案，震惊了全泰国。那么这下子连原本对泰国感兴趣的游客也开始迟疑，泰国还能去玩吗？那么请大家耐心的看玩书这段视频，看到最后，玩书的结论会惊掉你的下巴。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就从社会的安全、经济、旅游的结构以及与邻国的竞争等多个角度一次讲清楚啊，来泰国旅游到底值不值得，目前的处境如何。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边境的冲突。就在2025年的7月，泰国与柬埔寨接壤的边境地区，就是帕约汉神庙附近啊，泰国在巡逻时呢，士兵不慎踩到了地雷啊，有士兵受伤。那么泰方的认定是检方挑衅啊，埋设了地雷，随即展开了反击。没想到呢，这一下彻底点燃了这个泰柬边界的这个火药桶啊，一直有冲突，但是一直没有爆炸，是吧？于是双方迅速调集部队啊，就不再是小规模冲突，而是使用了火箭炮、坦克和空中打击。5天内已有超过38人的死亡，有超过30万人啊逃离了家园。数个边境城镇断水断电，学校停课，那么局势一度极度紧张。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冲突来得快，去得也快。5天后呢，那个泰国和柬埔寨突然签订了无条件停火协议，双方宣布停火。为什么这场战争之所以这么快的结束呢？背后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啊，这个倡导世界和平的总统，他连续暗灭了非洲的一场战乱啊，暗灭了亚洲，一个就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一个就是泰柬边界。他公开表示，如果泰柬继续冲突，美国将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商品加征36%的关税。这两国经济本身都受不了了，再加关税更受不了，打起来也受不了，是吧？那么对这个以出口为经济命脉的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一记重拳。尤其是泰国，它的电子啊、汽车啊、农产品都依赖国际市场。于是乎呢，马来西亚呢作为调停人啊，出面组织和谈。那么泰国代理总统啊，这个苏米提和柬埔寨的总理洪马赖啊，在吉隆坡面对面会谈，签订了立刻停火的协议。于是双方停火了。那么川普之后还发文说我们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这话确实不错啊，就打起来那就是炮弹不长眼了，是吧？所以给川普点赞啊，斡旋再次成功。看来川普的诺贝尔和平奖有希望了啊。另外一个原因打不下去呢，是因为两国的军力实在是不相等啊。为什么呢？大家看得很清楚，泰国和柬埔寨的这个军事力量啊，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在一个等级上。你看泰国的正规军啊，泰国也算是个西方发达国家不算，起码是半发达国家，正规军超过了32万人。空军有 F-16 战斗机和瑞典制造的叫鹰狮战机，陆军拥有装甲部队、远程火箭炮，海军还在发展潜艇部队啊，这次海军也是参战打炮了啊，每年的国防预算达70亿美元以上。我们再看看柬埔寨，军队的总规模大概只有12万人，空军几乎没有实战能力。现代战争没有空军打什么仗，是吧？只有少数的那个老旧的训练机，海军更弱，只能做基本的这个沿岸巡逻，海上的这个防卫能力几乎也为零。
所以整个国家啊，这是高度依赖这个外援，是吧？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军事支持，所以检方它年度的军费啊，大概不到泰国的1/10，是吧？曾经的高棉王朝已经完全没落了啊！完说已经在有这个柬埔寨的这个专访节目中间，大家去看一下我的啊。那么这种不对称的那个军事结构的话，让柬埔寨根本打不赢，也打不下去。但是呢，如果泰国真的大打出手了，又会面临国际的谴责，加上泰国也是旅游国家，它难民问题啊、外交风险都来了，说泰国也承受不起，教训一下算了。所以呢，打到了这第5天，双方都意识到继续打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只会把经济打熄火，停火是理性的选择啊。好不容易这边战火刚熄啊，首都曼谷又传来了枪击案啊。这个枪击案让这个全泰国啊都很震惊。7月28号的中午，一名男子冲进了市中心的奥多赫市场，持枪啊连开10余枪，这是个生鲜市场，造成了4名保安死亡，1个摊贩死亡，然后嫌犯自杀，在停车场自杀了，所以总共造成6个人死亡。那么警方调查后呢，说这是私人的这个仇恨纠纷呐，凶手是市场的一个前保安，与这个4个保安和这个摊贩一直有矛盾啊，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在动机啊。我说了，这个泰国的这个一般那个凶杀案一般都是仇杀，很少是仇杀情杀啊，那个财杀的很少啊。那么那个奥多赫市场的位于一个敏感地带，是这个游客喜欢逛的一个传统市场。它那个靠地铁站啊、清真寺啊、募捐点啊很近，也是国际观光客的必经之地。所以这起事件呢，直接把曼谷还安全吗这个问题推上了这个热搜。这就是王叔今天来做这个视频的道理啊。虽然呢，官方反复强调这是个案，但游客可不管你是不是孤立事件，是吧？反正你的边境又冲突，这又是内部又杀人，觉得不安全，那就不买票了，是吧？不买票去泰国玩了，是吧？那么王叔再来做一个旅游博主啊，跟大家来详细讲一下泰国今年的这个旅游数据啊。我的内容呢来自于泰国邮报的一篇报道啊。这个报道指出，在过去的3年，泰国旅游业啊一直在努力的恢复疫情前的一个峰值，而邻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表现已经超过了2019年疫情的这个高点。分别接待了游客是3700万人和1700万人，马来西亚和越南不错啊。那么最接近的机会呢是在2024年，泰国呢就是迎来了3550万外国游客，同比呢2023年增长26%。但是泰国在今年上半年仅吸引了1660万外国游客，同比去年下降4.6%。2025年不大可能重复2019年的成功，就是吸引了3990万外国游客，接近4000万，消费额达到了 1.9 万亿泰铢，这个是它的疫情前的高点。谈到泰国旅游，必须不提到一个关键的国家，就是中国。疫情之前呢，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到访，贡献了整个旅游收入的这个1/4，人数1/4，收入也1/4啊。但是在疫情期间，那么泰国的游客呢，从2019年的3990万人次骤降到2021年的42.7万人次。在2022年的这个7月1号，泰国政府取消了入境限制，包括这个泰国的通行证通行这个健康证健康码的强制性保险等等。那么泰国经济呢，在下半年呢开始出现了温和的反弹。到了2023年这个有迹象表明，该国的游客数量意外的增到了2800万人。而2022年呢，只有1100万人，相当于涨了1倍，对吧？那么这一增长呢，主要也得益于2023年1月份的中国呢，重新也开放了边境，让大家可以出来玩了。当时这个泰国旅游局预计在全球市场的压抑的情况下面泰国的经济将顺利的全面复苏，因为泰国是全世界的旅游大国进入前10名嘛。但是我们仔细观察2024年就会发现，
那么占2019年游客总数1/4的中国市场一直是恢复十分缓慢。赴泰国的游客呢，看似增长惊人，比方说2023年的350万人，比前一年这个翻了一番。到了2024年呢，到了673万人，好像这个增长势头在减弱啊。问题就出在到了今年2025年，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市场的危机对泰国来讲更加的明显，入境游客仅有226万人次，同比下降了34%，让大家大跌眼镜。就虽然过去2年中国经济低迷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因素，对吧？这点大家毫无疑问可以看到，玩水也看到了，但仅凭这一点呢，还不足以解释此次的这个中国游客的衰退。因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国家依旧吸引了大批的中国游客。你看今年上半年去越南的中国游客增长了144%，达到了270万人；去日本的游客呢，增长了62.9%，达到了392万人。所以泰国国家旅游局的前局长叫玉他沙素帕松表示呢，过去几年的市场低迷主要是源自于亚洲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中国游客的日均数量下降了一半。在2015年1月份的是日均达到了21380人次，下降到了上半年的日均是只有12000人次，下降了一半啊。他表示，如果下半年这种趋势持续的话，那么到了2025年底，泰国可能只有400万到500万的中国人总游客数来到泰国，这是12年来不包括这个新冠疫情封锁期间那个数字有点太低，是吧？赴泰国游客数量首次跌破了500万大关这跟中国经济低迷肯定还是有关系，并且在持续低迷。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泰国今年的整体游客数量呢也减少了 4.6%， 只剩下了1660万人，1500多一点。所以他们想超过2019年的4000万的高点，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曼谷邮报的指出泰国的旅游业恢复正在逆转，不仅没有重返2019年的巅峰水平，反而被马来西亚和越南超越。这个去年的什么王兴案件这个都有关系马来西亚今年预计会超过3700万人，越南达到1700万人，而泰国的目标调整为3500万，但目前来看恐怕也难以实现，下半年还要努力所以停战不打仗是关键曾经担任过这个泰国旅游业的这个前局长叫玉他沙表示呢，尽管泰国可以弥补中国市场不足，获得大量的这个销售，比方说从欧洲挖人，但是剩下的问题是呢，这收入方面呢很难达到这个2019年创下的 1.9 万亿的泰铢的水平。他表示呢，马来西亚呢在上半年飙升至泰国第一大市场，就马来西亚人泰国玩但其消费能力呢还是不够就收入而言，马来西亚游客在泰国的平均停留呢只有 4.17 天，花费了21450泰铢。中国游客呢在泰国一般停留是 7.35 天，花费了42428泰铢。所以呢这是数量不一样这个玉他萨表示呢，每失去一个中国游客呢，就意味着要必须增加2名马来西亚游客才能弥补收入的缺口。那么考虑到马来西亚的3500万人口和中国的14亿人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可能就并不现实，是吧？所以为了弥补差距呢，泰国旅游局今年还将更多的重点放在这个欧洲游客开拓欧洲市场。因为他们有个数据是欧洲游客的人均消费是中国游客的2倍所以呢目前这个泰国的这个旅游市场今年这个启动恢复难度很大。我们再来谈一个泰国这个物价问题。因为物价上涨游客会考虑去转到越南马来西亚去一个便宜3个爱嘛，对吧？那么泰国呢一向是以便宜又好玩而闻名，但现在这块金字招牌搞不好正在转移，是吧？据这个泰国酒店协会南区会长苏文迪特库尔表示，去年旺季的
这个国外市场啊，就国外游客到泰国来玩的非常强劲，它推动了普吉岛4星级和5星级酒店的平均房价升至了历史最高水平。苏希特先生表示，2025年6月份，普吉岛的入住率为 59%， 低于上一年2024年的同期 72%， 与2023年水平大致相同了，但平均房价仅为2394泰铢，落后于2024年的2746泰铢和2023年的2617泰铢。所以今年这个淡季7、8月份肯定是淡季了，情况比过去几年更加的严峻。那些能够瞄准印度和中东市场的酒店才能保持良好的业绩就是转向中东和印度。他说呢，相比之下，越南和马来西亚呢，这个稳定住了自己的酒店这个业绩。大家看一下，玩水来马来西亚去玩了一下，马来西亚确实物价比较平稳英文也大家很普及汉语还可以讲是吧？交通也很方便是吧？越南呢，这低消费高文化体验是吧？比方说这胡志明市河内市都是很有名的地方的，对这个欧洲的背包客也非常吃香，又便宜嘛，对吧？所以说呢，这2年呢，泰国这个性价比之王这个王冠这个已经悄悄的转移到别人头上了，比方说马来西亚，比方说越南。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关键的问题的核心，2025年的泰国旅游还值得去吗？王叔的结论告诉大家，王叔的结论是没问题，可以去，泰国依然值得。大家会问，关键是为什么呢？虽然今年有边境的冲突战争有市场的这个枪击案，有游客的流失，物价也确实涨了不少，但泰国不是一个崩坏的国家，它依然有很多在我们别的地方看不到，一般常人不在泰国待的人你发现不了的优点。这就是王叔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我的结论你知道泰国为什么长期以来被称为微笑国度吗？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而是因为这个国家里的人真的很友善。泰国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佛陀都是微笑的泰国人很友善，很包容，也很自由。泰国是一个小政府国家，政府的权力有限，老百姓的自由就反而更多了。大家听懂王叔的意见你在泰国上网不需要翻墙吧？王叔要在中国去天天的翻墙不需要 VPN 是吧？中国要需要 VPN 你可以批评政府可以上街游行是吧？可以有选票投票，可以弹劾这个总理对吧？哪怕那些前些年选出来人民党无法执政，但人民依旧还有发声的权利对吧？这一点很关键小政府就大社会，大政府就小社会。在安全层面方面，泰国确实发生枪击案，普通人都有持枪权，反而抑制了罪犯的嚣张。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好人不能合法持枪，只有坏人永远有办法拿着枪，对不对？好人有枪，对坏人是个震慑。所以持枪权是保护人民自由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泰国的自由从来不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红灯区大麻合法，更深层次的是这一种制度上的松绑和社会这个氛围的一种尊重。哪怕出了事儿，老百姓有办法发声；哪怕旅游低潮，泰国人依旧保持微笑来接待你；哪怕收入下降，他们依然能拿出善意，让人感受到热情。我就到一个餐馆吃饭，看到一个老外的觉得这个味道不好，这个大发雷霆，不买单了。泰国这个是吧？也就是服务员也就算了，对不对？所以泰国虽有枪击案，但它不会有中国珠海的无差别用车撞人也没有马航370那个机长带领马航370共同的是吧无差别的消失到印度洋去了。泰国也不会有中国杭州什么粪水案，甘肃的铅中毒和湖南的什么他中毒，各种食品安全让你不胜其烦。不光是你烦，关键是你不知道哪个食品不含毒，你这不是折阳寿吗？
他也没有欧洲嚣张的小偷，是吧？欧洲小偷很嚣张，是吧？玩说要到欧洲去，是吧？泰国的罪犯大多数不是当地人，所以泰国依旧是个微笑国度，这是由泰国人的佛性决定的。即使泰国的僧人被女色诱惑前段时间玩叔也报了，但是不像中国的什么释永信那种，那是大多数，泰国是少数，中国是大多数。所以你问我泰国还值不值得一去，我的回答依旧是当然值得一去，它依旧是我心中的天堂。泰国不完美，但真实；不平静，但自由。玩叔走了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包括我现在所处的北美、美国，我依然认为泰国是最安全的国度，食品安全、社会安全、百姓友善、政府讲道理。全世界可以和泰国相提并论的只有2个国家，就是日本和台湾。所以泰国依旧是那个你可以用脚步丈量的地方，也是你可以安心的放下防备，露出笑容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旅游的本质，放松心情，对吧？你连心情都不放松，你连食品都不放松，你还能什么放松呢？这是玩叔的结论。好，玩叔讲的不对的地方，大家欢迎各位网友，不管是马来西亚的、北美的，还是泰国的，还是越南的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让大家互动，大家多交流，你是越辩越明的。好，谢谢大家。